都怪你不接我电话，我们说好只给你垫付20块钱的，兽医要49.9块，超出了额度。1小时前，我颤抖着手掏出手机，给老公陈一恒发了消息，要他买兽医。护士拔掉我妈呼吸机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。妈妈走了，我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好半天才勉强回过神。我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给妈妈穿上兽衣，让她体体面面的走。可我走不开，我得等我2H 结婚的老公来送兽衣，全然忘记看一眼满屏消息的手机。直到我红肿着双眼抬起头，看见他两手空空的站在太平间门口。兽医呢？我声音嘶哑，陈一恒撇了撇嘴，双手插兜，一脸理所当然地说：“我没买，兽医价格已经超出20元的垫付金额了。刚才我去兽医店看了，最便宜的也要49.9块，你得 A 我24.9毛5才能买。给你打了好几遍电话你不接，总不可能我一个人出这钱吧？”我愣住了，整个人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回到家，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全然没注意到我惨白的脸色和死死攥紧床单的指节。当初结婚之前可是说好了的，为了防止家庭矛盾出现，所有东西一律 AA 制。这可不是我不买，是你没有把钱发给我，一切责任在你。我回过神来，绝望的怒吼：“陈一恒，我妈身体都凉了，你还在计较那几十块钱？多付几十块钱能要了你的命吗？”他眉头紧皱，表情肉疼的仿佛亏损了1个亿。话不是这样说的，49.9也不是个小数目，平时我在外面吃一顿午饭才不到20块。我给你垫付4.9毛5，这明显是你的问题。算了，抹个0吧。他顿了顿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更重要的事，眼睛一亮。再说，为了兽医的事情，我今天还是请假出来的。我1个月工资6000块，折算下来今天要被扣200块，你得 A 我100。我脑袋一阵眩晕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但我无暇和他掰扯，死者为大，我得先解决妈妈兽医的问题。我双手颤抖着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想看看外卖软件，谁知我刚拿出手机，陈一恒立马凑了过来，出声提醒：“对了，我还有200的全勤忘记算了，因为今天请假，全勤也泡汤了，加一起是106，趁着现在有空，你赶紧先转给我。”说着，他已经打开了微信收款码，递到我面前：“你扫我还是我扫你？”我盯着那个刺眼的收款二维码，再看看身旁妈妈苍白冰冷的仪容，胃里翻江倒海，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这就是我的丈夫，在我母亲尸骨未寒的太平间里，向我讨要106块钱的误工费。我和陈一恒是工作认识的，追求我那阵表现得特别体贴，送了不少礼物。可他妈妈钱桂芳打从一开始就看不上我，认为我家里穷。但陈一恒那时死活不愿和我分手，甚至吵着要和他妈断绝关系。我也年轻气盛，最讨厌被人瞧不起，直接在钱桂芳面前撂下狠话，说绝不会花他儿子1分钱。就这样，我们约定了绝对的 AA 制生活。当时我以为这只是独立的生活态度，可陈一恒的精打细算比我想象的要深入骨髓得多。领结婚证那天，工作人员说工本费9块钱，陈一恒扫码付了款，刚走出服务大厅大门，就掏出手机点开计算器：“老婆，结婚证是咱俩共同的东西，工本费9块，你微信转我4块5。”我当时笑着赚了，以为是情趣。如今想来，那4块5毛钱是我这段婚姻里最早的一道裂缝，只是我当时太天真，没有看见罢了。刚结婚那阵，我确实觉得2A制挺好，经济独立，谁也不欠谁。可自从怀孕搬进陈一恒家后，一切都变了。说好的孕期补贴费用1分钱没见着，反倒平白无故摊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账。念念，你住进我家，房租得平摊一半吧？按照市场价5000算，你每月给我2500就好。念念，你怀孕期间，我妈天天照顾你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不能让她白干吧？按全职保姆和月嫂的标准算，1个月2万，我摊1万，你出1万。念念，我妈找朋友寄了几斤螃蟹，晚上加餐。对了，这个月伙食费又不够了，你先转5000来，后面多退少补。那时我被孕激素折磨得筋疲力竭，没精力和婆婆周旋。此刻站在太平间里，我浑浊的大脑突然清醒了。什么尊重 AA 制，不过是他们母子联手白嫖儿媳妇的策略罢了。就在我手忙脚乱搜索加急兽医的时候，哥哥沈浩从走廊尽头匆匆赶来，身后跟着乌泱泱一群亲戚。当他冲进太平间，看到妈妈的遗体上只盖着一块白布，什么也没穿时，整个人愣住了。念念，兽医呢？灵车马上就到了。哥哥急红了眼。我咬着嘴唇，眼泪直掉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解释，陈一恒竟一步跨到沈浩面前，大声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兽医钱还没着落呢。既然是你们的亲妈，丧葬费咱们是不是得亲兄弟明算账，按人头 AA？” 陈一恒毫无察觉，继续说道：“不光是兽医，还有这太平间的停尸费，等会儿灵车的油费。大家既然都来了，不如把停尸费按人头分摊了吧。一个人也就出10几块钱，谁也不吃亏。”我站在妈妈遗体旁，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沈浩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陈一恒半天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怎么不是人话了？陈一恒理直气壮地掏出随身携带的计算器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天经地义。念念跟我可是严格执行 AA 制的。对了，念念，刚才你在病床前哭的时候，我给你递了一包心相印的纸巾，
超市卖1块钱一包，你用了大半包，折算下来你得有我5毛钱，加上之前的误工费106，你一共欠我106块5毛。微信还是支付宝？亲戚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已经气得握紧了拳头。陈一恒把沉默当成了默许，他越算越来劲，竟然掏出手机，翻开备忘录，清了清嗓子，当众念了起来。3月12日，沈念念多喝了一口我买的矿泉水，一口约30毫升，折算约1毛1分钱。4月8日，沈念念用了我充的共享充电宝，多用了2格电，合计6毛。5月20日，沈念念让我开车送她去产检，回来多绕了3公里，多花了1块9毛钱。她一条一条念得抑扬顿挫，仿佛在朗读一份重要的商业报告。再从荒诞变成了愤怒，有人低声骂了句脏话，有人别过头去不忍再看。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冰冷。妈妈的遗体就在3步之外，而我的丈夫正对着一群吊唁的亲友，一笔一笔朗读着我多喝了一口矿泉水的账单。太平间外面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尖锐的嗓门：“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！”婆婆钱桂芳风风火火地挤进人群，胖大的身躯喘着粗气，一双眼睛瞪得溜圆。她一来就站到陈一恒身边，扫了我一眼，嘴角往下一撇：“一恒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嫁进我们陈家的门就该知恩图报，还好意思在这里哭？”说着，他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泛黄的硬皮本子，啪的一声拍在太平间的铁桌上。我看见本子封面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4个大字：“念念欠账。”他翻开本子，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映入眼帘。1月3日晚饭，排骨炖莲藕，食材成本18.5元。1月9日，沈念念孕吐弄脏客厅地板，清洁费50元。1页、2页、3页，密密麻麻。亲戚们凑过来一看，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钱桂芳把账本举高，扬着下巴，环顾了一圈在场所有人，大家都在，正好做个见证。沈念念住在我家白吃白喝这么久，欠的每一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今天她必须在这本账上签字认账，1分钱都不能赖。我死死盯着那本账本，指甲掐进掌心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签了字，事情一笔勾销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钱桂芳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，甩到我面前，要是不签，她嘴角勾起一丝阴冷的笑，侧头看了一眼太平间的方向，欠债不还的人有什么脸面给自己亲妈送终？今天这个葬礼你就别参加了。亲戚中有人忍不住骂出了声，这也太过分了吧。陈一恒站在他身后，低着头默默拨弄计算器。我看着脚边那支被甩过来的笔，又看看3步之外妈妈被白布覆盖的遗体，绝望、愤怒、屈辱像3把刀同时捅进我的胸口。太平间里安静的能听见日光灯管嗡嗡的电流声。钱桂芳得意洋洋的叉着腰，陈一恒在一旁假装看手机。沈浩攥着拳头，青筋暴起，却被2个亲戚死死拉住。我弯下腰，慢慢捡起了地上那支笔，钱桂芳的嘴角弯得更深了。我猛地直起身，一巴掌狠狠扇在陈一恒脸上，清脆的响声在太平间回荡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陈一恒捂着脸，震惊地瞪大眼睛：“沈念念，你疯了！”我转身一步跨到钱桂芳面前，一把从她手里夺过那本泛黄的账本。你敢！钱桂芳尖叫着伸手来抢，我双手用力将那本账本从中间撕开，纸屑纷飞，像一场荒诞的雪。我把最后一片碎纸扔在地上，要算账是吧？那就算个清楚。钱桂芳尖叫一声就朝我扑过来，沈浩眼疾手快，一把推开钱桂芳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我看谁敢动我妹妹一下。我从哥哥身后站出来，指着地上的碎纸片：“陈一恒，既然你这么爱算账，那我们就把这3年的账彻底算清楚。生孩子这10个月，我的身体损耗、职场晋升受阻，折算成现金起步50万。按照代孕和育儿嫂的市场价，你该 A 我一半，也就是25万。现在转账吗？还有这3年来我为你家做的家务，按家政1小时60元计算，每天4小时，3年一共8万7。加上我怀孕期间，你妈不仅没照顾我，还变相管我要钱的那些精神损失费，我给你抹个零，30万。你是微信扫我，还是支付宝？或者我们也去法院，让法官一笔一笔的对账。”陈一恒捂着脸，眼神中透着惊恐，他显然没预料到我会拿他的 AA 法则来反击。沈念念，你这是敲诈，那是你身为妻子的义务。义务？我冷笑一声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被我生生憋了回去。在你计算那5毛钱纸巾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谈谈丈夫的义务？在你妈收我房租、伙食费，甚至连洗衣服的水电费都要平摊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谈谈家人的义务？陈一恒，你的 AA 制是专门用来吸我的血、薅沈家的羊毛的，对吗？周围的亲戚们再也忍不住了，对着这对母子指指点点，骂声四起。真是开了眼了，这种绝户男居然能娶到媳妇，老天爷真是不长眼。那婆婆也是个极品，这种账本都能记出来，心比炭头还黑。钱桂芳见势不妙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哭天抢地起来。哎呦，我不活了，儿媳妇打婆婆了，老沈家仗着人多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！沈浩冷冷地看着地上的泼妇，转头对身后的哥们儿叮嘱了一句：“把这对丧良心的东西给我轰出去，别脏了我妈最后走的路。”几个壮小伙子立刻围了上来，陈一恒吓得脸色发白，拉起钱桂芳就往走廊尽头跑。临走前，他还不忘回头喊了一句：“沈念念，你别后悔。今天的误工费你还没转给我。”耳边终于清静了，可我的心却像被利刃剜开一个血洞，呼呼漏风。沈浩从怀里掏出一套崭新的丝绸寿衣，眼眶通红地看着我：“念念，别理那人渣，哥早就备好了，妈最喜欢这种湖蓝色的。”我颤抖着接过衣服，指尖触碰到冰冷的布料，泪水终于决堤。哥，我对不起妈，让她临走都要听这种阿杂话。我仔细地为妈妈穿上寿衣，帮她理顺每一缕头发。妈妈走得很安详，可我的世界却早已天崩地裂。
灵车在殡仪馆门口停稳时，我意外的又看见了陈一恒的身影。他守在焚化炉排号的窗口，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缴费单。看见我们过来，他一路小跑凑到沈浩面前，脸上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精明。大哥，我刚才打听过了，选普通炉和高档炉的价格差好几百呢。我觉得咱妈一辈子勤俭，肯定不希望浪费那个冤枉钱，买个最便宜的骨灰盒就行。对了，刚才进门的停车费是5块，我是为了等你们才停的，这钱咱们得 A 一下。我拉住哥哥的手，深吸一口气，走到陈一恒面前。陈一恒，我妈的后事不需要你出1分钱，更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他一听不用出钱，眼睛瞬间亮了，甚至还带了一丝掩饰不住的喜悦。念念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大家都在这儿作证，以后的丧葬费支出我可都不管了。但他紧接着又皱起眉头，掏出手机飞快地计算着。不过咱们还没离婚，法律上我还是女婿。刚才我等在这浪费了2小时，按我刚才算的误工费，你得额外再给我50块钱的误补。周围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陈一恒。我没理会他的胡言乱语，转身走向家属休息室。告别仪式开始的时候，哀乐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。我跪在灵柩前，听着司仪诵读悼词，感觉灵魂正一点点从身体里抽离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阵喧哗，钱桂芳竟然拎着个巨大的编织袋闯了进来。让开让开，我是亲家母，我有话要说。钱桂芳横冲直撞地推开几位长辈，她跑到收礼金的桌子旁，一把夺过礼金簿，眼神贪婪地在上面的数字上扫过。沈念念，这些礼金里肯定有我们陈家亲戚送的，这钱得归我管。陈一恒也凑了过去，理直气壮地站在他妈身边。叔，把名单给我，我得核对一下哪些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来的。既然是礼尚往来，以后这些人家里办丧事我也得还礼，这礼金我得抽走1半。沈浩再也压抑不住怒火，大步冲过去，一把将礼金簿夺了回来。滚！你们这2个畜生，别逼我在灵堂见血！陈一恒梗着脖子反驳。沈浩，你讲点理好不好？我是沈念念的老公，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法律规定婚后所得收入都是共有的，这礼金也有1半是我的。我撑着发软的双腿站起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喂，110吗？这里是殡仪馆，有人聚众闹事，试图抢夺他人财物。陈一恒一听报警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沈念念，你疯了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居然叫警察！我冷冷地看着他。从你决定在太平间算那5毛钱纸巾费开始，我就没有家了。警察来得很快，了解情况后，直接将叫嚣的钱桂芳带到了门外。陈一恒见势不妙，灰溜溜的想溜，却被警察拦住了。这位同志，干扰葬礼正常秩序是违法行为，请出示身份证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陈一恒像个缩头乌龟一样缩在墙角。葬礼好不容易在压抑的氛围中结束，我整个人脱力的靠在沈浩肩上。念念，跟哥回家吧，别回那个魔窟了。哥，我得回去拿点东西，拿完我就彻底离开。沈浩不放心，带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朋友陪我。可当我拿出钥匙插进锁孔时，却发现锁芯已经被换掉了。我用力拍打房门，谁呀？敲什么敲？这房子是我儿子的名，不相干的人滚远点！沈浩直接一脚踹在门板上，开门，不然我就叫开锁公司强拆了。门慢吞吞地开了一条缝，陈一恒探出头来，沈念念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你那堆破衣服我已经打包扔进楼下垃圾桶了。至于别的，你得拿钱来换，我的身份证、房产证。还有我妈给我的金项链呢？陈一恒冷笑一声，从兜里掏出一张清单，一张密密麻麻的清单。金项链算是我妈这2年的辛苦费，至于证件，你得先把这个月的物业费交了，一共324块6毛，你转账给我，我马上把东西还你。我看着这个曾经同床共枕的男人，只觉得恶心的想吐。陈一恒，那项链是我妈的遗物，那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你这是非法占有。陈一恒不仅没有羞愧，反而理直气壮地挺起胸膛，什么遗物不遗物的，嫁到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东西。再说了，你怀那个短命鬼的时候，我妈每天给你买菜做饭，这损耗费怎么算？你流产后住在那屋里，每天的消杀费、心理磨损费，我都还没找你要呢。他说的那句短命鬼，彻底触碰到了我的逆鳞。半年前我意外流产，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他却在计较手术费要1人出1半。我猛地推开门，力气大得惊人，直接把陈一恒撞到了玄关柜上。沈念念，你疯了！我要告你故意伤害！他尖叫着。我冲进卧室，疯狂地翻找着那条项链，那是妈妈留给我最后的念想。钱桂芳死死护住床头柜，肥胖的身躯像一堵肉墙，嘴里不停地咒骂：没教养的东西，当初就不该让你进门。沈浩带着朋友冲进来，将陈一恒和钱桂芳隔开，搜，一寸一寸的搜，谁敢拦着，直接打断腿。我在钱桂芳的枕头套里找到了那条被揉皱的金项链，还有我的身份证、银行卡以及一些重要的法律文件。我紧紧攥着项链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转头冷视着这对丑态百出的母子。陈一恒，律师函你很快就会收到，婚后你以各种名义从我这里骗取的钱财，我会让你一分不少的吐出来。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，你就守着你那些计算器和账本，去跟法官 AA 吧。陈一恒一听我要分房子，顿时慌了神。沈念念，你别胡说，那房租分摊费怎么能算还贷？我没理会他在身后的狂吠，决绝地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牢笼。沈浩帮我把行李搬到车上，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。夕阳透过车窗照在妈妈留下的项链上，金色的光芒显得格外刺眼。我拨通了林月的电话，她是我最好的闺蜜。月月，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，
我要让那个男人净身出户。电话那头的林月沉默了3秒，随即爆出一句脏话：“沈念念，你终于清醒了。你放心，不扒他3层皮，我不姓李。”回到沈家旧宅，我坐在妈妈曾经坐过的躺椅上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至亲离去后的余波。那种痛不是瞬间的爆发，而是此后余生。每当我想分享喜悦或分担痛苦时，回头却空无一人。陈奕恒的微信消息在这时弹了出来：“刚才进门时你弄坏了玄关的荷叶，维修费15块，你记得转给我。”我冷笑一声，直接点击了拉黑，顺便反手举报了他账号涉嫌诈骗。拉黑陈奕恒后的第一个夜晚，我睡得意外安稳。窗外风声萧瑟，但我知道再也没有人会在半夜推醒我，只为找我要那几毛钱的电费分摊。第二天一早，林月就提着电脑来到了我家。他看着我整理出来的那些转账记录，气得把咖啡杯重重砸在桌上。念念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 AA 制了，这是赤裸裸的经济霸凌。你看这一笔，他说要平摊取暖费，可取暖费明明是单位报销的，他这是在两头吃。还有这笔所谓的备孕营养费，他买了一箱打折苹果，竟然管你要了1半的钱，还按原价算的。我翻看着那一张张带着讽刺意味的账单，心中只剩下平静的嘲讽。陈奕恒大概以为我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会永远当他的提款机。这时沈浩推门进来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他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长短信：“沈念念，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。你走那天带走了我家的2个衣架，那是情侣套装，1个衣架3块钱，2个6块，你用了3年，按折旧率算，你还得退我2块4。另外，你哥哥那天踹坏了门锁，导致我心理压力巨大，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5000，请尽快核算。”林月在一旁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这男人的脑回路是长在算盘珠子上的吗？面对陈奕恒的纠缠，我并没有急着回击，而是配合林月开始大面积收集证据。我不仅要离婚，还要让他那个所谓的精灵家庭彻底沦为笑话。他竟然直接把一份打印好的催款清单贴到了我公司的前台，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各种费用。公司同事们围着那张清单指指点点，陈奕恒甚至还站在公司门口对着过往的行人诉苦。我为了这个家省吃俭用，连兽医钱都想省下来给他妈治病，结果他不仅不领情，还打了我妈，带着他哥来抢走了我家的金项链。我走出公司大门时，正好听见他在声泪俱下的编造谎言。钱桂芳在一旁帮腔，就是这种败家娘们，吃我们的喝我们的，到头来还要分我儿子的房产。我停下脚步，当着众人的面从包里掏出一叠厚厚的转账截图。陈奕恒，你说你供我吃喝，那这些每月固定转给你的房租和伙食费是什么？既然要算，那我们就当着大家的面算算你拿我的钱去还房贷的那部分收益吧。陈奕恒看到那些转账记录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那些他以为我随手转的零钱都被我细心做了备注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笔5000元的转账备注是婆婆辛苦费，可实际上那天我高烧39度，他妈连杯热水都没给我倒，却管我要了5000块的护理费。我提高音量，字字如刀，将他的虚伪面具一片片剥落。钱桂芳见势不妙，撒泼打滚的往地上一坐，我不活了！现在的年轻人合伙欺负老太太啊！我没理会他的表演，直接拿出手机报了警，理由是陈奕恒寻衅滋事和泄露公民个人隐私。沈念念，那张催款清单的复印费是3块钱，你得 A 我1块5。我站在台阶上，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可悲到了极点。他的人生已经被困在那几毛钱的算计里，再也爬不出来了。陈奕恒被带走后，他的单位很快也收到了关于他极端行为的举报。作为一名需要严谨态度的会计，他的这种性格在同事中早已引起不满。领导以此事影响公司声誉为由，对他进行了停职处理。这下陈奕恒彻底慌了，丢了工作对他来说比丢了命还难受。他开始疯狂地给沈浩打电话，语气从最初的嚣张变成了卑微的哀求：“大哥，你劝劝念念吧，我知道错了，那块5毛钱的纸巾费我不要了，还不行吗？只要他肯撤诉，肯回单位帮我澄清，那房产证的名字我们可以商量。”沈浩直接冷笑一声，回了他4个字：“法庭见吧。”林月帮我起草的起诉书里，除了要求分割房产和返还非法所得，还增加了一项，那就是追究陈奕恒在婚姻期间利用虚假名目侵占我个人财产的行为。原来这些年他管我要的所谓物业费和公摊费，其实数额远超实际支出。他通过这种方式，变相的从我兜里掏钱，填补他个人的小金库。在法律面前，他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精打细算，都成了他婚内诈骗的铁证。钱桂芳在老家听说儿子丢了工作，连夜坐火车赶回来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刀，站在我家旧宅门口，破口大骂：“沈念念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个丧门星，害得我儿子没了工作！”钱桂芳在门口挥舞着剪刀，蓬头垢面的样子像个疯子。沈浩的朋友们早就守在附近，见状立刻上前夺下剪刀，并报了警。这一次，钱桂芳因为持械威胁他人安全被行政拘留了。陈奕恒蹲在派出所门口，看着被带进去的老娘，急得直跺脚。他想找人托关系，却发现这些年他因为极端 AA， 早就把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得罪光了。走投无路之下，陈奕恒竟然想到了去求我妈生前的老同事。他跪在人家门口，哭诉说我冷酷无情，连亲妈的骨灰都不让他祭拜。但他忘了，我妈的同事们都见过他在太平间跟我要钱的恶心嘴脸。陈奕恒，做人要讲良心。念念妈走的时候，你连那几10块钱的寿衣都舍不得买。陈奕恒被推了出来，跌坐在冰冷的街道上，手机又响起了短信提示音，那是银行发来的催款短信。他颤抖着手点开计算器，想算出自己还能撑几天，可计算器上的数字却模糊的让他看不真切。离婚官司第一次开庭的那天，陈奕恒看起来苍老了10岁。当法官询问他是否有辩解时，他竟然当庭掏出了计算器。
沈念念在婚后一共喝了我3862瓶水，总价7724元。法官皱着眉头打断了他：“陈先生，法庭是处理法律纠纷的地方。”林月顺势提交了我们的证据，那是陈一恒这些年骗取费用的转账记录汇总。法官，我方当事人不仅承担了所有的家庭开支，还被被告以各种虚假名目勒索。陈一恒急红了眼，大声喊道：“那不是勒索，那是契约精神，我们签过协议的。”他颤抖着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那是我们结婚初期闹着玩写的 AA 约定。那张纸在我看来是曾经天真的证明，在他眼里却是吸血的尚方宝剑。婚姻不是合伙坐庄，被告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占有对方财物。陈一恒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呆立在被告席上，嘴唇嗡动着却发不出声音。我坐在原告席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竟然没有一丝快意，只有无尽的悲凉。这就是我曾经深爱过，甚至为了他差点和家里断绝关系的男人。那是半年前我流产时的手术单和住院记录。在当事人最脆弱、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被告不仅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，反而趁机要求当事人在病床上核算手术费和住院费的 AA 比例。这种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当事人的身心健康。我们要求追加精神补偿费，手术费确实贵啊，我当时手头也紧。A 一下怎么了？旁听席上的几位大姐听得直接啐了一口。陈一恒的形象在法官眼中已经彻底崩塌，他那引以为傲的计算器在公正的法锤面前显得那么渺小而卑微。休庭期间，陈一恒在走廊里拦住了我，他的眼神不再充满算计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祈求。念念，我错了，我把那5万块的精神补偿费抹了行吗？房子咱们还按以前说好的，一人一半行吗？我看着他，语气平静如水。陈一恒，到了现在，你依然在想怎么抹零，你从来没觉得你做错了，你只是觉得自己算输了，对吗？他愣住了，显然没明白这两者的区别。对他来说，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账单，只要数字是对的，灵魂就没问题。钱桂芳被放出来了，他刚才发短信说，要是我不撤诉，他就去我妈的墓地闹事。陈一恒脸色一变，赶紧摆手，不，那是他乱说的，我回去就管他。我笑了笑，那笑容让他感到一阵脊背发凉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，禁止你们靠近我及我母亲的墓地。陈一恒，你以前总说为了防止家庭矛盾才 AA， 现在我们再也不会有矛盾了。我转身走回法庭，留下他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走廊发呆。第二次开庭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法院判定我们离婚。由于陈一恒在婚内存在明显的经济欺诈行为，被判返还我30万。法院判决房屋归我所有，但那笔钱正好和他欠我的返还款抵消。也就是说，陈一恒奋斗了这些年，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。拿到判决书的那天，陈一恒在法院门口放声大哭，钱桂芳捶着他的背大骂：“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女人的钱都守不住！”陈一恒突然像疯了一样，一把推开他妈，从包里掏出计算器砸碎在地上：“算，全让你算没了，老子的家也没了，工作也没了。”我坐在沈浩的车里，看着后视镜里那对互相撕扯的母子，轻轻关上了窗户。沈浩发动了车子，带我驶向了妈妈安息的地方。在那块洁白的墓碑前，我放下一束湖蓝色的绣球花。妈，我把那份账单撕了，也把那个泥潭填平了。以后我会带着你那份好好的、大方的活下去。微风吹过，墓碑前的花瓣轻轻摇曳，仿佛妈妈在温柔的回应。离婚后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艰难。我重新回到了职场，凭借着以往积攒的人脉和踏实的工作态度，职位很快得到了提升。我发现自己的工资不仅够花，还能定期带哥哥的孩子去游乐场，那种花钱买快乐的感觉，阔别3年，终于又回到了我的生活中。而陈一恒的消息偶尔还是会通过老同学传到我耳边，听说他卖了那辆2手车，搬到了一个偏远的老旧小区住。他在会计圈彻底混不下去，只能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。陈一恒现在连买个盒饭都要在收银台前磨蹭半天，计算每一粒米的价格。他依然活在那个充满数字的牢笼里，再也没有人愿意陪他玩这场 AA 游戏。钱桂芳因为在小区里乱捡垃圾，和邻居为了几毛钱的水费吵架，被物业投诉了很多次。这对母子最终在他们最看重的金钱面前，输掉了所有的尊严和亲情。一天下班，我在街角遇见了陈一恒，他穿着超市的工作服，手里拎着一袋快过期的面包，眼神涣散。看到我开着新车路过，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想躲进阴影里。我目不斜视地开过去，心里再也没有泛起一丝波澜。有些路一旦走错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而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以为陈一恒会就这样消失在我的生命里。谁知1个月后，我竟然在信箱里收到了一封挂号信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是一张手写的欠条核检说明。念念，我查了3年前的购买记录，那天我买的2瓶酱油，其实第2瓶半价。当时我按原价管你要了钱，现在折算下来，我多收了你3块2毛5。这笔钱我本想转给你，但想到你拉黑了我，只能用挂号信寄给你。信封里真的躺着3块3毛钱，那个5分硬币已经磨损得看不清自己。我看着那几枚硬币，心里只觉得一阵阵恶寒和荒诞。他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，反而沉溺在这种病态的公平里不可自拔。他甚至在信末尾提醒我，挂号信的邮寄费用是4块2，按 AA 原则，我得回寄2块1。我随手将那封信和硬币扔进了垃圾桶，连拆开第2遍的欲望都没有。对于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灵魂，任何回应都是一种浪费。沈浩知道这件事后，特意叮嘱保安加强了小区的巡逻。
但我知道陈一恒现在的胆子也就够他在纸上算算那几块钱了。他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体面和格局。我的事业进入了上升期，公司决定派我负责一个重要的跨国项目，这意味着我需要经常出差，甚至可能要在国外常住一段时间。沈浩非常支持我，去吧，念念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把这些晦气事彻底忘了。在准备出国的前夕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想在妈妈墓前告个别。那天山上的雾很大，我远远地看见一个黑影缩在旁边的树丛里，走近一看，竟然是钱桂芳。她正拿着个小本子在记录着什么。她看到我，吓得一哆嗦，下意识地把本子藏到了身后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可没犯法，我就是在外面坐坐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发现她手里那个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，那是她记录的这几天来墓地祭拜的人数，甚至连人家带了多少花都要记下来。钱阿姨，保护令还没过期，你想进去蹲几天吗？钱桂芳老脸一红，嘟囔着跑开了，嘴里还在念叨着路费。这对母子真是一脉相承的疯魔。我跪在妈妈墓前，轻声诉说着自己的近况。妈，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了，我会带上你的照片去看你最喜欢的爱琴海。微风吹散了浓雾，阳光落在我的肩膀上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压在心里最后一座大山也随之烟消云散了。在国外的日子过得很充实，异国他乡的风景治愈了我多年的心伤。我不再因为买了一件昂贵的裙子而感到愧疚。直到半年后，林月给我发来了一个视频链接，那是国内一个调解类节目的片段，主角竟然是陈一恒。视频里的他正对着主持人声泪俱下地控诉我的暴行，他把我所有的积蓄都卷走了，连我妈的养老钱都没放过。我只是提倡节俭，想把钱攒下来给孩子，他却觉得我是在虐待他。法官也被他收买了，判得我倾家荡产，我现在连饭都吃不饱。陈一恒在镜头前展示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试图博取同情。他怕陈一恒这种偏执狂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，想让他出面接受采访。沈浩直接在电话里回了一句，让他把那本念念欠账读给全国观众听听。林月告诉我，陈一恒是收了节目的通告费才去演戏的，因为他欠了网贷，被催债的逼得走投无路。他以为靠舆论压力能管我要点钱，却忘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我当时曝光的那份离婚判决书和证据早就在网上存档了。节目播出后，还没等我有所行动，正义的网友们就行动了，大家扒出了陈一恒当年的奇葩语录，甚至有人去他打工的超市门口围观。这就是那个算5毛钱纸巾费的男人吗？真人比视频里还猥琐。听说他连买个避孕套都要跟老婆 AA， 结果老婆流产了，还让人家掏一半手术费。陈一恒本来还指望靠着这波热度翻身，结果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。钱桂芳在小区里想找人借钱，结果人家直接甩给他1毛钱，说是打发要饭的。这对母子彻底成了城市里的弃儿，没人愿意伸出援手。陈一恒气急败坏，竟然在深夜给我发了一封长长的邮件，邮件的主题是关于我为你支出的生命成本核算。他在里面细数了恋爱期间他为我熬的每一碗粥，甚至为我按的每一次摩。虽然感情没了，但我付出的劳动不能白费。按家政市场最高标准，你起码得再补偿我20万，否则我就去你公司举报你转移财产，让你在国外也待不下去。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爱计较的男人，而是变成了一个丧失理智的恶魔。我反手就把这封邮件发给了林月，让他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。加上这封邮件证据确凿，警方很快立案。陈一恒在租住的地下室里被抓捕归案，被抓时他还在计算监狱里的伙食费。警官，听说监狱里管饭，那我是不是能省下这个月的饭钱了？精神状态显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但还没到能免除刑责的程度。钱桂芳在派出所门口大哭大闹，但法律不是儿戏，陈一恒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。这1年对于他来说，或许真的是一种解脱，不用再计算电费，不用再计较水费，只需要机械地重复着高墙内的生活。他在庭审现场最后一次见到沈浩时，竟然问了一个问题：大哥，那5块钱停车费，念念真的没打算还我吗？沈浩看着这个已经疯癫的男人，连话都不想说一句。1年后，我结束了外派任务，带着满身的阳光回到了家乡。沈浩开着新车来接我，小侄子已经长得很高了，围着我叫姑姑。念念，那个男人出狱了。沈浩低声告诉我。我愣了一下，发现自己内心竟然没有任何波动，仿佛听到的只是一个陌生人的死讯。陈一恒出狱那天，没有人去接他，他瘦的皮包骨头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，在监狱门口站了很久。他想回以前的家看看，却发现那套房子早就被我卖掉了。现在住在那里的是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，家里布置的温馨而大方。他在小区门口徘徊，正好遇见了买菜回来的老邻居，邻居像躲地瘟神一样躲着他。陈一恒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妈因为交不起房租，被房东赶出去了，现在听说是去火车站那边讨生活了。陈一恒如遭雷劈，跌跌撞撞地往火车站跑。他终究还是找到了钱桂芳，在阴暗潮湿的地下通道里，钱桂芳正和一群乞丐争抢一个发霉的馒头。曾经那个不可一世、爱财如命的老太太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疯子。他看到陈一恒，不仅没认出来，反而护住馒头破口大骂：这是我的，这是我儿媳妇欠我的利息，谁都别想抢。陈一恒蹲在通道口，抱着头放声大哭。他这一辈子都在算计，算计了感情，算计了亲情，最后却把自己算成了孤家寡人。我站在不远处的过街天桥上，看着下面那个渺小的黑点，静静地关上了车窗。我不恨他了，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彻底毁掉了。沈浩说，我这叫慈悲，但我知道这只是释然。我用卖掉那套房子的钱，在市郊买了一块地，盖了一座小小的花房，那里种满了妈妈生前喜欢的各种植物，也成了我心灵的避风港。清晨，我会在花房里修剪枝条，看着露珠在叶尖上跳舞，不再有计算器的滴答声，只有鸟鸣和微风。
有一天，林月来找我喝茶，她显得有些欲言又止。念念，我前2天在天桥下面看到陈一恒了，他好像在帮人贴膜，摊位旁边还立个牌子，写着精确到毫米。我笑了笑，给林月倒了一杯刚采摘的花茶，只要他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他爱贴成什么样都行。林月叹了口气，他那个人啊，一辈子都毁在那个金字上了。是啊，太精明的人往往算不出幸福的公式。那天晚上，我梦见了妈妈，她坐在花房的秋千上，对着我笑，眼里全是欣慰。她指着满园的花朵对我说：“念念，这才是该有的样子。”醒来时，阳光正好洒在我的床头，暖得让人想流泪。我在花房里开了一个公益性质的插花班，教一些单亲妈妈和失意的人。我告诉他们，生活不是每一笔账都要算清楚的，有时候糊涂一点，反而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在这里，我认识了很多有故事的人。有一个女孩子曾因为男友要求 AA 买房而不停地自我怀疑，我带她看了我那本被撕碎的账本复印件，她看完后大哭了一场，随后利落地提了分手。她说：“念念姐，谢谢你让我明白，爱是给予，不是博弈。”我的花房在圈子里小有名气，甚至有媒体想来采访，我都婉拒了。我只想安静地守着这片属于我的领地。直到有一天，花房门口出现了一个有些局促的身影，是陈一恒。他穿得很整洁，但掩盖不住那一身的颓败气息。看到我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念念，我不是来闹事的。他声音很小，带着一丝颤抖。我停下手中的剪刀，隔着篱笆静静地看着他。他把盒子放在地上，慢慢地退后，直到退到了马路对面。这是你当初买寿衣缺的那29.9块，我加了利息，一共35，现在还给你，我不想欠你了。我看着地上那个陈旧的小盒子，内心竟然没有一丝起伏。陈一恒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不在乎那几十块钱，我在乎的是，在那一刻，你把我当成了什么？把你所谓的尊严放到了哪里？他站在马路对面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抽动。我知道了，我这辈子都活错了。他转过身，慢慢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，背影落寞得像一张薄纸。我没有去捡那个盒子，而是让清洁工把它处理掉了。对于我来说，那笔账早在太平间里就已经结清了。沈浩那天来看我，看到我在整理花圃，笑着走过来帮忙。刚才好像看见那小子的背影了，又来纠缠你。我摇摇头，不，他是来还账的。沈浩嗤笑一声，还账？他欠你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我拍拍手上的泥土，看向远方的天空。哥，别再提他了，他不欠我了，我也早就放下了。这一刻，我真正感受到了自由的滋味，没有怨恨，没有纠葛，只有对未来无限的向往。我打算在花房旁边再建一个小的图书馆，放一些妈妈喜欢的书。图书馆建成的那天，沈浩带着全家人来剪彩，小侄子在书架间跑来跑去，清脆的笑声填满了整个空间。我在图书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：生命只有一次，别把它浪费在几毛钱的计较里。我开始尝试写自传，把那段荒诞的婚姻和重生的经历记录下来。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，深陷泥潭时，唯一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书的名字我想好了，就叫《碎掉的账单》。半年后，书稿交给了出版社，主编看完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他说：念念，你不仅写出了痛苦，更写出了女性的坚韧。新书发布会那天，我穿了一身湖蓝色的旗袍，那是妈妈最喜欢的颜色。台下坐满了我的读者，他们眼神里闪烁着共鸣。我站在台上，看着这些鲜活的面孔，心中充满了力量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本泛黄的笔记。打开一看，竟然是我妈年轻时的日记，字迹娟秀而温婉。原来沈浩一直藏着，想在这一天给我一个惊喜。妈妈在最后一页写道：我的念念一定要活得热烈，活得大方。我抱着日记本，泪流满面，却笑得无比灿烂。妈，你看，我做到了。我的生活从此再无欠账。碎掉的账单一经出版，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各大书店将其摆在最显眼的位置，甚至几度断货。网络上发起了关于极端 AA 制是否是某种心理疾病的讨论，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着自己类似的窒息经历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后台跳动的数字，心里却异常平静。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给那段死去的岁月一个交代。一个著名的女性访谈节目邀请我做专访，主持人问我，现在回头看那3毛2毛的计较，你是什么感觉？我微笑着回答，那时候我觉得他计较的是钱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他计较的是不爱我。钱只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他自私到发黑的灵魂。专访播出后，话题度再次爆表。沈浩发微信调侃我说，我快成了女性权益的代言人了。我知道这些名声其实都是妈妈在天上保佑我，是她用生命最后的一刻换来了我的彻底觉醒。粉丝里有一个叫小柔的女孩，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跑来花房看我，她瘦得让人心疼，手里死死攥着我的书，手心全是汗。她说她的未婚夫要求结婚后连卫生巾的钱都要平摊。看了你的书，我连夜搬了出来。那个人竟然还在算我带走了几张抽纸。我拉着他的手，带他看我花房里盛放的百合。你看这些花，他们从不计算阳光和水分的比例，却开得最漂亮。人也是一样，当你开始计算爱的时候，爱就已经消失了。小柔在我这里住了几天，走的时候眼神里终于有了光。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我的重生，更是千千万万个沈念念的觉醒。我决定拿出一部分版税，专门建立一个法律援助基金，专门帮助那些在经济霸凌中无法脱身的姐妹。我要让那些躲在 AA 制背后吸血的男人都付出代价。这是我作为沈念念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。陈一恒在报摊上看到了印着我照片的杂志封面，他那双因为长期贴膜而变得粗糙的手剧烈地颤抖着。他花2块钱买下了那本杂志，躲在天桥下的阴影里一张张翻阅，书里记录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曾经亲手施加给我的凌辱。
他看着那句在太平间里讨要5毛钱纸经费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在别人眼里，他竟然是这样一个滑稽而可悲的怪物。现在他才发现，那是丧尽天良的刻薄。他想哭，却发现干涸的眼眶里挤不出一滴泪水。习惯性的，他掏出计算器，想算出这一份羞辱值多少钱。可计算器的屏幕碎了，数字乱跳，像是在嘲笑他荒诞的人生。他身边的纸箱里还堆着过期的面包，那是他为了省钱买的。他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像是一只被时代抛弃的蝼蚁。钱桂芳的身体彻底垮了，他中风偏瘫了。陈一恒看着医院发来的催款单，感觉天都要塌了。手术费、住院费、康复费，每一笔都是天文数字。他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省钱秘籍，在重病面前显得那么无力。他甚至去求那些乞丐，希望能分到一点残羹冷炙。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，他跪在一个阔绰的中年男人面前：“老板，行行好，救救我妈！我有计算器，我能帮你做账。”男人嫌恶地推开他：“滚远点，哪来的疯子！”陈一恒跌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怀里死死抱着他的旧包。他想起我流产那天，他还在床头算止痛药的单价。报应，这真的是报应啊！他手里紧紧抓着那份杂志，看着封面上光鲜亮丽的我，他突然明白，他不仅算丢了钱，还算丢了做人的基本廉耻。陈一恒终究还是没忍住，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我的联系方式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他那边传来了嘈杂的医院背景音：“念念，求求你，我妈快不行了，你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？我不白要，我给你打欠条，利息按银行最高标准算，我每天 A 你一点钱还债。”我的心冷得像万年不化的冰山。陈一恒，你还记得我妈走的那天，你说那49.9块的兽医超出了垫付金额吗？你还记得你在临车前跟我要那5块钱的停车费吗？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。钱可以借给陌生人，但绝不会给畜生。我冷冷地挂断了电话，顺便更换了所有的联系方式。善良也需要长出牙齿，否则就是对恶人的纵容。我不会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，但我也绝不会伸出援手。有些债，他必须用自己的一辈子去慢慢偿还。我的法律援助基金正式挂牌了，名字叫阳光之约。沈浩为基金会选了一个非常宽敞的办公地址。开业那天，很多媒体都自发前来宣传。我站在讲台上，看着下面那些求助者的眼神，我知道这一步我走对了。很多女性被婚姻里的这种软暴力折磨得体无完肤，她们缺的不是钱，而是走出牢笼的勇气和底气。基金会请来了林月担任法律总顾问，她的毒舌让那些渣男闻风丧胆。每当我看到一个受害女性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，我都会觉得我妈在天上看着我，她一定在为她的念念感到骄傲。这不仅仅是报复，这是在修补这世间的公义。我把妈妈的照片放在了基金会最显眼的位置，我想让她看看她的女儿现在变得多么强大。沈浩决定带全家人去海南度假，他说我这段时间太辛苦了。在三亚的海滩上，我看着小侄子追着浪花跑，心情无比舒畅。沈浩坐在我旁边，喝着椰子水，突然感叹了一句：“念念，你说要是当初咱妈没走，看到你现在这样该多好。”我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，轻声回答：“妈一直都在，她就在我的影子里。”这几年的磨砺让我明白，苦难并不是为了折磨人，而是为了让那些足够坚强的人去承载更多的责任。晚上在海边散步时，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男人，他是个海洋生物学家，谈起蓝鲸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。他没有问我的过去，也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殷勤，他只是礼貌地递给我一颗他在沙滩上捡到的漂亮贝壳。那一刻我发现，大方的爱和尊重的距离是多么迷人。原来不被算计的生活处处都是风景。回到市里后，我回了一趟妈妈去世的那家医院，那里已经重新装修过了，当初那个阴冷的太平间也亮堂了许多。我站在走廊尽头，那是当初陈一恒拿手机让我扫码的地方。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，它能抚平伤疤，也能让丑恶彻底腐烂。护士站的一位老护士认出了我，她惊讶地拉住我的手：“沈小姐，你是那个写书的沈念念吧？我看到你的专访了。当时我就想跟你说，那种男人不值得，还好你走出来了。”老护士的眼眶有些红，她说她在那儿见过太多的人间冷暖。但我这样决绝且成功的翻盘，给了他和很多年轻护士很大的触动。我向他道谢，然后平静地走出了医院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和这个满载着痛苦回忆的地方彻底达成了和解。医院门口的阳光有些刺眼，我戴上墨镜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那个在太平间里哭泣的弱者。我和陈一恒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市郊的一家养老院门口，我最后还是去了，不是因为心软，而是想给这段往事画上最后一个句号。陈一恒穿着一件油腻的蓝围裙，整个人缩在台阶上，老得像个老头。看到我时，他没有了往日的嚣张，甚至不敢直视我的眼睛。念念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咱妈。他颤颤巍巍地递给我一张纸，那是他手写的道歉信，字迹凌乱，纸张泛黄，上面还沾着斑斑点点的污渍。我没有接那张纸，只是淡淡地看着他。你的道歉我已经不需要了，留着给你自己赎罪吧。我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了陈一恒撕心裂肺的哭声，那声音听起来凄凉又滑稽，再也激不起我的一丝波澜。基金会接到了第一个大案子，受害者是一个被丈夫非法监禁并克扣所有收入的年轻妈妈。我们团队全员出动，从法律援助到心理疏导，全方位介入。终于在半个月后，我们成功帮她拿到了离婚证和孩子的抚养权。她抱着孩子跪在基金会大厅，泣不成声地对我说谢谢。我把她扶起来，紧紧地抱住了她。别哭，以后都是好日子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满屋子的阳光都在跳跃。我走到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外面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女性都像是一朵在风中摇曳的花，虽然柔软，却有着足以撑起天空的坚韧。
我知道沈念念的故事已经写到了终章，但更多属于自由和独立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妈妈，你看，这世界真的很美。我长舒一口气，走向了充满希望的未来。随着阳光之约基金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，信封里装的不只是求助，更多的是那些走出阴影的女性寄来的谢意与感悟。我开始有条不紊地建立心理咨询体系，希望能从根源上治愈那些受伤的灵魂。明月跟我说，现在的我身上散发出一种让人无法移开眼的自信光芒，那种光芒不再是强撑出来的保护壳，而是由内而外生发的宁静与力量。与此同时，我得知了钱桂芳在那家养老院去世的消息，那是陈一恒最后一次托人给我带信，信里只有一张墓地的地址和一张皱巴巴的欠条。他竟然在信里说，他终于明白，这辈子欠我的是无论如何都算不清的命。我没有去参加钱桂芳的葬礼，只是买了一束白菊寄到了公墓，那是我作为曾经的儿媳给那个可悲老人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礼数。陈一恒最终因为精神恍惚，在一次劳作中从高处坠落，导致了终身残疾。他被送回了老家的救助站，每天盯着窗外的飞鸟，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地数着什么。曾经最爱算计的他，如今只能在模糊的意识里计算着那些永远无法兑现的虚妄。沈浩知道这一切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也明白，人生的账簿到了这里，终于可以彻底翻篇。我获得了一项极具分量的年度女性影响力奖。我没有选择华丽的礼服，而是穿了一件素净的湖蓝色中式长衫。在聚光灯下，我站在宽阔的舞台中央，看着台下无数双充满敬意的眼睛。我并没有谈论自己的苦难，而是谈论了关于爱与底线的辩证。真正的独立不是冷漠的 AA， 而是有能力给予，也有底线拒绝。台下掌声雷动，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圆满。那位在三亚遇到的海洋生物学家苏晨，竟然捧着一束洋桔梗在出口等我。他笑着看我，眼神里没有一丝算计，只有纯粹的欣赏和真诚。沈小姐，恭喜你，你的光芒照亮了很多人。我接过花，闻着那淡淡的清香。苏晨成了我花房里的常客，他经常会带一些有趣的海洋标本给我看。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孤儿院做志愿者，他耐心地教孩子们认识各种贝壳。看着他阳光下温和的侧脸，这才是健康情感该有的底子，而是心照不宣的默契与自然的给予。我依然保持着我的独立，但我不再排斥接受别人的善意。我的书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，我收到了一份来自联合国的邀请。沈浩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我的根依然在那个种满栀子花的小院子里。在出发去纽约的前一天，那株湖蓝色绣球花开得正盛。我坐在墓碑旁，给妈妈读我新写的书。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讲台上，我看着台下不同肤色的面孔，心中无比平静。我用流利的英语讲述了一个关于5毛钱纸巾与生命尊严的故事。我告诉世界，剥削不仅发生在工厂里，也可能发生在一张看似公平的餐桌旁。发言结束后，一位资深的女性外交官握住我的手，眼含热泪地说谢谢。她说，我的故事让她想起了一些被忽视很久的社会裂痕。回国的那天，苏晨亲自去机场接我。他没有带豪车，而是带了一辆单车和一篮红透的杨梅。我们穿行在城市的林荫道上，感受着微风轻拂过发梢的自由。那一刻，我不再是书中的受害者，也不是舞台上的名人，我只是沈念念。陈一恒在老家救助站的消息又断断续续传来，听说他现在神志不清，逢人就给一块石子。他说那是他存了一辈子的金子，谁也别想偷走他的财富。在那个封闭的世界里，他终究还是守着他那冰冷的、毫无意义的数字。我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那是对他最后一点怜悯。随后便随风而逝了。为了纪念妈妈去世3周年，我在她生前的母校设立了一个春风奖学金，旨在资助那些家境贫寒却自强不息的女孩子，让她们有底气选择自己的人生。校庆那天，我坐在礼堂里，看着那些意气风发的女孩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现在的她们比我当年更有觉醒的意识，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。一位受资助的女孩走到我面前，送给我一个她亲手编织的风信子。她说：“沈姐姐，我会记住你的话，不被算计困住，也不向冷漠低头。”我抱了抱她，眼眶微湿，这是我能给妈妈最好的纪念。林月的律师事务所也成了基金会的坚强后盾。我们合作处理了数百起复杂的经济纠纷案，每一份判决书的下达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从这种扭曲的 AA 关系中解脱。沈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但他依然坚持每天接送孩子，因为他懂得了陪伴的珍贵。他偶尔会跟我感慨，陈一恒这种人其实就是穷的只剩下钱了，真正的富足是那种能够坦然拥抱他人，而不必在心里拨弄算盘的豁达。苏晨向我求婚了，在一个星光灿烂的海边，没有任何繁琐的仪式。他递给我一把钥匙，是他名下那座实验室的副钥匙。他说：“念念，我的世界对你完全敞开，没有账本，只有分享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里盛满了温柔与尊重。但我接过了那把钥匙，给了他一个绵长的拥抱。现在的我有足够的能力去爱一个人，也有足够的底气去拒绝不合适的契约。我决定把花房扩建，增加一个女性成长学院，请各个行业的优秀女性来授课。我想让更多的姐妹明白，婚姻不是零和博弈。那个曾经在太平间里为几十块钱崩溃的女孩，已经死在了那个冬天。活下来的是一个在废墟上建立起城堡的女王。我给妈妈的墓碑重新破了字：心若有爱，不计珠两；魂若独立，不惧风霜。是我站在自家小院的栀子花丛中，夕阳将我的影子拉得修长而坚定。沈浩带着一家人来吃晚饭，苏晨在一旁帮忙摆放碗筷，不再有人计算每道菜的成本。我们欢声笑语，在氤氲的热气中，我端起酒杯，对着虚空中的一个方向：妈，你看，我们全家人都在。
那本碎掉的账单早已随风化作了泥土。人生这本大账，我终于算通了。最好的算法就是用一颗真诚的心。我是沈念念，我的一生才刚刚开始。